尊太化，你不要逼我施展三道合一，不然即便你已经是造化主神，而我同样也能够将你击败。我希望你识相的把萧炎那小子交出来。金帝天盟主似乎被气得上头，有些胡言乱语了起来。因为此刻在他的心中，一切问题都怪萧炎炼制了一枚菩提造化丹，不然现在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现在的金帝天盟主早就将萧炎列为他内心中的必杀名单中，而一旦被金帝天盟主盯上，即便逃到天涯海角，神奇联盟也将会发出追杀令将萧炎击杀。而在丹神塔塔主听来，只是嘲讽一笑，道：金帝天，你没搞错吧？你率领9大副盟主和50万天军神战队入侵我们丹神塔，现在又说要交出我的弟子，你当老夫好欺负吗？好样的，既然你要找死，也不要怪我了。本以为我的这一招不会施展，可今日你既然突破到了造化之境，那么我就让你来体验一下三道合一的恐怖力量。话音落下的那一刻，金帝通过盟主的眼神变得深邃而明亮，仿佛2道创世之光在其瞳孔深处交织。随着他体内的造化神力运转时，3个大道之法相继释放出，宛如3股天泉在体内激荡。风之道化作吞噬万物的飓风，空间之道让四周的景物扭曲变化，灭神之道则带着一股摧毁天地的道义。这3个大道的每一道都蕴含着无穷的毁灭性能量，而在金帝天盟主的掌控下，和谐共存，似乎让这3个大道的力量都处于了平衡的状态。金帝天盟主的身形被这3道玄妙的大道力量环绕，形成一个璀璨的道之光环。在这道之光环的气息波动下，金帝天盟主宛如这片天地规则世界的创造之神，只要他愿意，便可轻易抹去一切的存在。然而金帝天盟主的脸上在这一刻平静如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他的情绪似乎完全沉浸在这3个大道的玄妙之中，对外界毫无所觉。当3个大道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时，周围的空间彻底的发生了转变，竟是诞生出了只属于金帝天盟主的规则大世界。上空金帝天盟主身上的道之光环愈发耀眼，那是3个大道力量融合的象征，也是他的最强大底牌。即便是丹神塔塔主同为境界的造化主神，在这3个大道合一的力量面前也要退避三舍，因为这不仅仅代表着毁灭，更是一种造化神力的升华。就连塔主的造化神力都感受到了来自金帝天盟主那极其恐怖的气息，表情微微有所变化，心里也没有了100%的自信可以对抗对方的3道合一，心中也是暗自的惊骇道：这就是金帝天3道合一的恐怖力量吗？近乎无限接近造化中期主神的领域了，看来想要对付他的3道合一，必须施展那一招了。萧炎灵动目沉的眼神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凝重，空气中弥漫着3道合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连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金帝天盟主的身影在3道合一力量的环绕下变得愈发模糊，仿佛与规则大世界融为一体。他的身上缭绕着淡淡的金色光芒，此刻正随着3道合一的力量而让的造化神力不断的升华。萧炎他们紧握双拳，指关节发白，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金帝天盟主的身上，内心早已经波涛汹涌。虽然他们3人还只是大道主神的领域，但是能够感受到3道合一的那股力量已经达到了金帝天盟主的造化神力，大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境界，仿佛一触即发，足以瞬间撕裂在他规则大世界中的所有物质。即便是丹神塔塔主顺利出关，恐怕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毕竟造化神力一旦升华，那将会是极其恐怖的存在。而造丹神塔上空的遥远天际上，那方独立空间内的内塔之主、10大神斩牢等众多的丹神塔弟子同样表情凝重，他们知道一旦金帝天盟主的3道合一彻底成功，造化神力也就会得到真正的升华，到那时候将会是连他们的塔主大人都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抵挡。他们为塔主大人担忧，也为整个丹神塔的存亡未来感到忧虑。在这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为塔主大人祈祷，希望能够在这场造化之间的力量对决中能够化为此次的危机。因为塔主大人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如果这道希望都被磨灭的话，那么丹神塔的命运可能就真的走到尽头了。金帝天盟主的气息已经变得比之前更为的恐怖如斯，这一刻3道合一即将凝聚到最后一步时，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如同穿越了无尽时空，突然降临在这片天地之间。这道声音如同来自混沌初开的洪荒之势，每一个字都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威严与深意。金帝天先撤退，事情有变。这道声音如同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在金帝天的心湖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声音之中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得金帝天的造化规则之法都开始动荡了起来。金帝天盟主的面容在瞬间凝固，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他能感受到自己手中汇聚的3道大道之法，在这道声音的震荡之下，仿佛被无形之力牵引，开始逃离他的掌控。那原本凝聚不散的恐怖气息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融入了虚空之中。金帝天盟主的造化规则之法，那由他自身修为所创造出的规则大世界，也在这一刻显得暗淡下来。那些原本被金帝天盟主操控着的一切力量，
像是受到了更高层次规则的制约，刚刚还如狂风暴雨般猛烈毁灭，得到气息，变得不再狂暴。金地天的造化规则，那些原本扭曲的空间如潮水般退去，恢复了天地间原有的秩序。四周的景色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喧嚣、混乱、战斗都在这道声音之后归于宁静。金地天盟主深吸一口气，眼中露出一丝深沉，他感受到了这道声音中蕴含的恐怖力量，那是比他自身造化规则之法更为高深的存在。金地天盟主站在原地，虽然面色依旧凝重，但眼中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狂热和坚定，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疑惑。怎么突然这个时候叫我撤退？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位存在的大能他又不得不听，毕竟准确地说，神奇联盟能够有如今的地位与庞大的底蕴，全依靠着这位大人物，所以今日只好作罢。你们的运气真好，不过就先让你们苟且几日，等本盟主下次归来，就是你们丹神塔覆灭之日，谁也阻止不了我的统一大业。金地天盟主目光狠厉无比地盯着丹神塔塔主，以及目光扫向了丹神塔之地，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仿佛在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片废墟。神奇联盟的所有人撤退。金地天盟主的声音浩大无比，在收到盟主大人的命令后立马躬身回应。虽然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出现刚刚那一道声音让盟主大人撤退，但既然能够在盟主大人如此决然的状态下都如此收敛，那就说明这道声音的来历极其不凡，即便是这些天军神战队的首领，可能都是没能接触到的大人物。这一道声音，九大副盟主作为神奇联盟的高层人物，自然知晓这道声音的身份，但他们也有些震惊，为什么盟主大人会如此听命于他？他们心中带着诸多的疑惑，也没有询问。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丹神塔恐怕目前是暂时灭不了了，而且从刚刚那道声音中，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必须要让盟主大人先行撤离此处。是，九大副盟主也应声恭敬，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与盟主大人离开此处再做询问。尊太化，你要庆幸今日没能被本盟主的三道合一力量击杀，不过也不好得意，你们所有丹神塔之人以及圣花殿，还有五大神阁的所有蝼蚁，都歇好脖子，等着我归来，到时候就是你们彻底的覆灭之日，哈哈哈。盟主的笑声如洪钟般在众人耳边回荡，那是一种深沉而充满威严的笑，仿佛能穿透骨髓，直抵所有神奇强者的神魂。他站立虚空中，身姿挺拔如松，一双眸子闪烁着君临天下的光芒，在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都能感受到那笑声中蕴含的不容置疑的自信与力量，无不感受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恐怖气息，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随着金地天盟主轻挥长袖，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席卷四方，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上方。只见金地天盟主脚下的云层陡然变幻，一艘巍峨庄严的超级方舟缓缓浮现，其上雕刻着古老神秘的符文，散发出令人肃然起敬的气势，而且其中还有巨大的豪华宫殿。整艘超级方舟散发着身上的金光，而这一艘乃是金地天盟主的专属超级方舟，因为在这艘超级方舟之上刻着4个大字神奇盟主。金地天盟主纵身一跃，超级方舟顿时震动，仿佛恭迎主人的归来。在所有人紧张而敬畏的目光中，超级方舟的面前空间开始扭曲，裂开一道黑色的空间裂缝。金地天盟主淡然一笑，旋即超级方舟伴随着雷鸣般的轰鸣声，缓缓驶入了撕裂的空间之中，消失不见。随后9大副盟主以及50万天军神战队的所有成员也都纵身一跃，出现在了遥远上空天际上的那些超级方舟之上。一瞬间，那处虚空出现了巨大的空间裂缝，无数超级方舟开始井然有序地驶入其中，逐渐地消失不见。随着神奇联盟的金地天盟主和大军的离去，丹神塔这片天地也陷入了一片寂静，而危机也暂时解除，但无人敢放松警惕。他们知道金地天盟主的威胁远未消除，他的再次到来将是更加猛烈的毁灭风暴。因为金地天盟主只有铲除了他野心的绊脚石，才能够彻底统一万界，成为万界之主。片刻之后，丹神塔塔主的身影才悄然出现在了萧炎、灵动、沐尘的眼前，然后看着3人如今的修炼与实力，惊叹不已。你们3人竟然在这几年的时间中再次提升了大道修为，在整个诸神万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存在了。哪里，我们与塔主前辈的实力差距还非常大呢。这一次要不是您出关，恐怕我们几人早已经被金地天所杀。灵动和沐尘则是恭敬地拱手说道：哈哈哈，我相信你们应该很快就能够登临造化之境的，这只是时间问题。丹神塔塔主用无比欣赏的目光看着他们几人，在如今的神纪元时代，能够诞生出如此恐怖天赋的修炼者，即便是要让丹神塔花尽所有的底蕴资源，也都要让他们继续成长起来。还有老夫的亲传弟子，你的大道修为似乎更为精进了不少，又多了一道神火，这一次前往神冥界看来也收获不菲。丹神塔塔主一脸得意地说着，毕竟自己收了这么一位强大的双修者，可谓是3生有幸了。